2024年3月21号，在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矗立着一枚联盟 2.1A 火箭，火箭上方的整流罩内是联盟 MS 飞船，飞船里是3名准备前往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他们是俄罗斯的宇航员诺维茨基、美国宇航员特雷西·戴森和白俄罗斯宇航员瓦西列夫斯卡娅。这次任务的代号是 MS-25， 是从2016年7月6号联盟 MS 飞船首飞以来，这型飞船第25次执行把宇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的任务。发射场上一切有条不紊，人员撤离，推进剂加注，倒计时，本来一切都非常顺利。然而就在当倒计时进行到-20秒的时候，直播画面上突然显示自动取消发射的字样，随后3名宇航员快速地撤离了发射现场，再往后就是推进剂泄出，紧接着官方又宣布21号的发射被取消了，联盟火箭将另择发射时间。后来俄罗斯航天局 Roscosmos 表示，在-20秒的时候，系统检测到化学电源电压骤降，因此当天的发射被迫取消。3月23日，联盟火箭再次处于待发状态。最后，在北京时间3月23号晚上8点35分左右，搭载着联盟飞船和3名宇航员的火箭，从地处中亚腹地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中心腾空而起，把3名宇航员送入了近地轨道。大约2天之后，飞船和国际空间站对接，宇航员顺利地进入国际空间站，并展开了他们的新工作。至此，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宇航员们终于安全了。经过第一次发射尝试的临时取消，有朋友不禁就好奇，像这种发射前临时取消或者推迟的现象常见吗？联盟火箭用来发射载人飞船到底安全不安全？火箭和飞船在以往执行任务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什么故障或者是事故？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起始于前苏联的联盟计划，也就是前苏联和现在俄罗斯的载人航天计划。联盟计划开始于上世纪的60年代初，是前苏联的载人航天计划，这里面还包括了前苏联的载人登月计划。联盟号飞船和联盟号火箭都是这一计划的产物。在这里，联盟其实指的就是前苏联。大家还记得前苏联的国歌的名字叫什么吗？牢不可破的联盟。现在这个牢不可破的联盟已经不复存在了，只剩下像联盟计划这样的东西，还在时不时的勾起我们对旧时的一些回忆。联盟计划现在是由俄罗斯航天局，也就是 Roscosmos 来负责。不过从发射次数和成功率来看，联盟号所采用系统仍然是目前仍在采用的最古老和最可靠的载人航天系统。所以在了解联盟载人任务之前，还是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里面2个关键的主角，也就是联盟火箭和联盟飞船的发展情况。要说起联盟火箭，它的历史也真的是非常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前苏联的 R7 导弹。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 R7 导弹，它长34米，心级的直径达到了 3.02 米，是一个单级的液体导弹，能够携带一个300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它的最大射程能达到9500公里。R7 导弹是世界上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洲际弹道导弹，它的研制工作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1960年装备前苏联部队。大家会不会觉得 R7 导弹和后来它衍生出来的联盟火箭的外形非常奇特，和其他的火箭导弹都不太相同？其实即使在前苏联，装备它的战略火箭军部队也是这样认为的，因而给它起了一个芭蕾舞娘的美称。R7 导弹在战略火箭军一共只装备了4枚，而且由于燃料加注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真正形成战斗力。但 R7 导弹的运载能力强的优点，却使得它后来在航天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55年7月29号，美国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宣布，美国将于1957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仅仅在1个星期之后，前苏联就开始了他们的人造卫星计划。同年的8月30号，前苏联国家委员会决定
以 R7 导弹为基础进行改进，作为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的火箭。新的火箭被命名为东方号运载火箭，这款火箭还是后来第一名宇航员尤里·加加林第一次进入太空的时候乘坐的火箭。1957年10月4号，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成功入轨，前苏联成为第一个把人造卫星送进近地轨道的国家。1961年4月12号，东方号火箭运载东方1号飞船把尤里·加加林送到近地轨道，后者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人。前苏联后来还在东方号火箭基础上搞了上升号火箭，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上升号火箭。1965年3月18日，前苏联宇航员列昂诺夫搭乘上升2号飞船，完成了人类的第一次太空行走。1966年11月28号，在上升号火箭基础上改进的联盟号火箭首飞，联盟号系列火箭开始正式登场。时至今日，联盟号火箭和它的衍生产品不仅承担了几乎全部前苏联、俄罗斯的载人发射任务，而且还承担了步进号货运飞船的发射任务。联盟号系列火箭先后发展出联盟、联盟 U、联盟 U2、联盟 FG、联盟2等型号。到现在，联盟系列火箭总共执行了155次，包括6次无人飞船在内的联盟号系列飞船的发射和146次进步号货运飞船发射。除此以外，联盟火箭还承担了大量其他的航天发射任务。仅截止到2002年，联盟号系列运载火箭就进行了1041次发射，其中失败的次数仅有35次，成功率是 96.75%。到2021年，联盟号系列火箭总共参与航天发射的次数超过了1700次，所以它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发射次数最多的多用途运载火箭。好，介绍完了联盟号系列运载火箭，再让我们来看看联盟号系列飞船。前苏联和俄罗斯在火箭和飞船的命名上不同于美国、中国等其他国家。在中国，虽然同属于921工程，但火箭和飞船都有不同的名称以便区别。就比如长征2号 F 火箭、神舟载人飞船、天舟货运飞船。但在前苏联，由于位于顶层的是联盟计划，所以火箭和飞船就都叫做联盟。我前面提到的上升号、东方号也是这么得来的。联盟号系列飞船有很多的衍生产品，就比如联盟 7K、联盟 T、联盟 TM、联盟 TMA、联盟 TMA-M 和联盟 MS。其中联盟 7K 还是原来打算用于载人登月的，只不过后来因为火箭技术不过关，最后呢就取消了。这些飞船从外观上看差别都不太大，所以我现在在屏幕上放出来的就是最新的联盟 MS 飞船。最早的联盟飞船其实就是联盟号飞船，是前苏联研制的第3代载人飞船。这款飞船是由前苏联的第一设计局在1960年代设计的，前苏联解体后由俄罗斯联邦航天局使用至今。2011年，美国的航天飞机退役之后，到2020年5月 SpaceX 公司的载人龙飞船2号首飞之前，乘坐联盟号飞船是各国宇航员往返国际空间站的唯一途径。这种飞船以低廉的成本、极佳的可靠性和升级潜力，在首飞近60年之后，仍然能够活跃在国际的航天舞台上。截止到2021年，各型联盟号飞船已经执行了大约148次载人任务。联盟飞船采用了典型的3舱式结构，也就是轨道舱、返回舱和服务舱。后来中国的神舟飞船采用的也是这样的结构。大家请看屏幕，屏幕上左侧就是典型的联盟飞船的结构，而屏幕的右侧就是中国的神舟飞船。大家看的两个还是比较相似的吧。直到近些年，中国的载人飞船才摆脱了联盟号飞船的框架，开始参考西方飞船的设计。现在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联盟飞船、神舟飞船和新一代载人飞船以及西方飞船在外观上的一些对比，看起来差别是不是还是挺明显的？
好了，铺垫做的差不多了，那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联盟载人飞船在任务期间都出现过哪些故障或者事故。1967年4月23号，前苏联宇航员弗拉基米尔·科马洛夫乘坐搭载联盟1号飞船的联盟号火箭从拜科努尔发射升空。这次任务的原计划是先发射载1人的联盟1号，再在第二天发射载3人的联盟2号飞船，2艘飞船在太空完成交会对接。联盟2号成员组中的2人通过太空行走的方式转移到联盟1号飞船内，然后2艘飞船再分别返回地面。但是联盟1号从入轨一刻起就发生了一系列的故障。地面跟踪站通过分析飞船发回的数据就发现，飞船的一个太阳能电池板没有打开，太阳能敏感器也不能工作，这就使得飞船上的电力将很快耗尽，而且由于太阳能敏感器失灵，这就使得飞船只能依靠手动载入大气层返回地面。基于以上的原因，前苏联政府被迫取消了原定的对接计划。然而噩梦还没有停止，在科马洛夫手动控制下的飞船返回地面的时候，却出现了降落伞故障，因此宇航员科马列夫壮烈牺牲。在这儿我还要再告诉大家一个可信度很高的传闻，当时美国已经在1966年3月16号由宇航员大卫柯林斯和尼尔阿姆斯特朗驾驶双子座8号飞船与阿金纳无人飞船进行了太空对接，因此为了把领先的优势重新夺回来，前苏联加快了联盟号飞船的研制进度。联盟1号飞船的质量在这种赶工的情况下实在是比较堪忧的。在发射前，宇航员科马洛夫的身体状况本来并不是太好，并不适合参加这次任务，但他依然坚决要求执行这次任务。当朋友在出发前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坚决的时候，他的回答是：你知道我的备份宇航员是谁吗？是尤里，我不能让他冒这个险。这个尤里就是尤里加加林，人类的第一个宇航员。科马洛夫在牺牲的时候刚过40岁生日多1个月。每次想起这个，我的心里总是非常沉重。虽然我不能确定这件事一定是真的，但是我知道在那种制度下，这样的悲剧从来就没有停止。这次任务是联盟火箭参加联盟计划的第4次发射，此前的3次发射搭载的都是无人飞船，而联盟火箭在搭载无人飞船进行第3次发射的时候，火箭还发生过爆炸，并且对发射台造成了严重的损毁。所以总的来讲，联盟计划的开始并不是非常顺利。此后，前苏联不得不又进行了2次无人飞船的发射实验。1968年10月25号，联盟计划的第7次发射是正式的联盟2号无人飞船，它准备与后续发射的载人的联盟3号实施太空对接。1968年10月26号，联盟火箭带着搭载宇航员的联盟3号飞船成功发射成功。但联盟3号飞船没有能够实现与联盟2号的对接，所幸宇航员还是于10月30号返回到了地面。此后的联盟4号一直到联盟10号，一切都还算顺利。但是1974年4月19号，人类的第一个空间站礼炮1号发射升空。71年的6月6号，联盟11号发射升空，并与礼炮1号成功进行太空对接。这是宇宙飞船第一次成功的和空间站进行了对接。这次飞船上的宇航员有多布罗沃尔斯基、帕查耶夫、沃尔科夫，这3名宇航员进入了礼炮1号空间站，并且在里面逗留了23天。可惜在联盟11号返回地球的时候，返回舱的均压均衡阀过早开启，导致3名宇航员因失压而死亡。这是联盟飞船的第2起重大事故。时间到了1975年4月5号，联盟 18A 任务来了。格林威治时间4月5号11点04分，联盟号运载火箭装载着联盟 18A 飞船和2名宇航员从拜科努尔航天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火箭起飞后120秒助推器分离，150秒逃逸塔和整流罩分离，起飞后288秒，按照计划，这个时候应该进行的是火箭的1级和2级的分离，
但是连接1级和2级的6个爆炸螺栓中有3个提前点火了，受此影响，另外3个爆炸螺栓就没有分离，这就导致本来应该分离的1级火箭仍然和2级火箭处于连接状态。沉重而不稳定的1级火箭增加了空气阻力，而且使飞行姿态极其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启动逃逸程序，但由于此时逃逸塔已经分离，不能够自动执行逃逸程序，宇航员就只能自己驾驶飞船的返回舱返回地面。这次任务的2名宇航员是拉扎列夫和马卡罗夫。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他们手动启动起爆指令，让飞船和2级火箭实施了分离，再将飞船的返回舱和前面的轨道舱以及后方的推进舱实施分离，最后再控制返回舱沿弹道轨迹返回到了地面。分离的时候，飞船的高度已经达到了192公里，这早已突破了卡门线。在返回的过程中，这2名宇航员承受了14到15个 G 的过载，过载的峰值甚至达到 21.3 个 G。在起飞后21分27秒，返回舱在西伯利亚山区着陆，着陆点离发射点有2574公里。由于地处偏远，而且有厚达 1.5 米的积雪，尽管宇航员在着陆后通过无线电和搜救部队取得了联系，并且搜救部队的飞机在着陆后大约1个半小时就发现了宇航员和返回舱，但仍需要等到第2天才由西伯利亚军区派出了直升机把宇航员救走了。这次事故是联盟火箭的一次重大事故，此后前苏联对联盟运载火箭进行了改进，以确保爆炸螺栓能够同时起爆。直到现在，世界各国的航天界都对爆炸螺栓的可靠性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现在一般的爆炸螺栓的可靠性可以达到 99.9999% 以上，而且设计人员在设计分离结构的时候，往往还会通过把2个爆炸螺栓串联的方式来进一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这就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航天人就是在这些失败中不断吸取教训而取得进展的。所以每次我看到那些对星舰没有取得完全成功就爆冷嘲热讽的人，我只有一种感觉，我觉得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无知来嘲讽他们自己。自从联盟 18A 号任务之后，联盟火箭在此后的8年中一直十分顺利，联盟飞船的表现也基本正常，期间发生过一些诸如对接失败之类的非成败型的故障，但是没有发生任何可能危及生命的故障。直到联盟 T10A 任务，1983年9月26号，指令长季托夫、工程师斯特列卡托夫在发射前进入了飞船，发射前90秒，供应推进剂燃料的阀门不能关闭，并由此导致了推进剂的泄漏和火情。见此情况，地面的控制人员立即启动了火箭的逃逸系统，从发现火情到逃逸系统被激活，整个过程仅用时 11.2 秒。其实再晚了，可能真的就来不及了。在逃逸系统被激活前1秒，火箭已经开始倒塌。逃逸系统启动后，逃逸系统的固体火箭立即点火，并且把飞船带离了火箭。飞船的垂直速度在3秒之内就达到了1个马赫，这时飞船已经来到了950米的高度。在这个过程中，宇航员最多承受了14到15个 G 的过载。在逃逸塔的固体火箭燃尽之后，返回舱和整流罩分离，打开备用伞，在离发射台4公里的地方着陆，宇航员安然无恙。随后搜救队把宇航员救走了。发射台上的火箭在飞船逃逸后6秒钟就发生了爆炸，此后发射台还燃烧了将近20个小时。这次任务是逃逸塔在载人航天发射中的第一次实际运用，其结果充分证明了逃逸系统的必要性和可靠性。1988年，从和平号空间站返航的联盟 TM5 飞船出现了点火故障，宇航员只能通过手动操作返回地球。这也是联盟 TM 飞船第一次出现重大故障。2018年10月11日，联盟 MS-10 任务，格林威治时间10月11日8时40分，联盟 FG 火箭运载联盟 MS-10 飞船
从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火箭起飞后114秒，逃逸塔分离，起飞后118秒，1、2级分离时却发生了故障。起飞后123秒，火箭侦测到了异常，与整流罩连接的4台 RDG 固体逃逸发动机启动，把飞船的轨道舱和返回舱与火箭分离。发射后160秒，返回舱和其他部分以自由降落的模式载入大气层。随后在任务中心的指导下，宇航员启动了弹道载入模式。发射后大约7分钟，返回舱以降落伞的方式在地面着陆。这时候的着陆点距离拜科努尔发射场有400公里远。俄罗斯在这次事故之后就暂停了所有载人航天发射活动，并对事故的原因展开调查。最终，调查小组认为，一个连接助推器的球形关节在安装的时候发生了变形，导致了分离失败。2018年12月3号，俄罗斯恢复了联盟火箭的载人发射，联盟11号飞船顺利升空。19年9月25号，在上一次任务中出现故障的联盟 FG 火箭进行了最后一次发射，此后 FG 火箭就退役了。再以后执行联盟载人任务的火箭就是联盟2火箭了。以上就是联盟计划载人发射所经历的一些故障和事故。总的来看，联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还是非常不错的。在安全性上，联盟比早已退役的航天飞机要安全得多。最近的这次 MS-25 任务的临时推迟，其实正是俄罗斯的航天人重视产品安全性的一种表现。用我们航天人的话讲，就是绝不带任何隐患上天。不过到目前为止，航天还是风险比较高的。真的想去太空旅行的话，不仅要在思想上做好准备，还要在身体上做好准备。不然碰上突发的情况，那么大的过载可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观看。不知道您看了这期节目之后，对联盟载人发射有些什么样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说出您的想法。另外，也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